大家好，我是来自邦邦安全的刘一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防范针对区块链应用的攻击，也就是区块链应用安全。那么我毕业于人民大学信息安全专业，我接触区块链也算是比较早的，接触比特币也比较早。那么也可以叫我群里的名字，就是 AUS 刘。那么在此呢，我也介绍一下我的公司。那邦邦安全它之所以名字叫邦邦呢，是啄木鸟给树木捉虫的时候的声音，所以它的声音是邦邦邦邦的声音。但是呢，很多客户记着就记混了，邦邦嘛，就叫成了棒棒安全。其实棒棒安全这个名字也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呢，客户就会问，你们棍棍安全怎么样？所以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棍棍安全的刘一鸣今天给大家分享区块链应用安全。好，那么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首先说到区块链应用安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区块链应用安全要怎么去做？我想这个答案很多人都没有吧。其实对我而言，我也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希望呢，这个过程中能够分享我的思考，能够大家共同交流。首先，我们来看整个的区块链应用的现状。区块链应用的上面目前呢已经开始发展了。这个开始发展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的比特币应用正在逐渐的发展。在以前的比特币应用，很多的应用呢就像是一些交易所，就像是简单的转账，或者在上面随着以太坊等等的公链的兴起，再加上智能合约，这些应用呢并不算很普遍。但是目前而言，比特币的应用呢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态势，就是像小葱游戏，它正在做区块链的游戏类的一些特点。它并不是用智能合约去做游戏，而是使用区块链作为底层，利用区块链提供的特性，比如说公平的随机数、公平的过程，来实现区块链上的游戏。然后这个链上的游戏呢，还可以直接去用链上的方式去结合 token 去直接付款等等的。那这种游戏的做法呢，就会有很多的想象力，它并不局限在智能合约上。然后再就是链上的一些应用呢，还发展出一些工具或者是笔记类的一些应用，你可以在区块链上记录你的日志，记录你的各种信息。那这种应用呢，也是一种全新的区块链上的一些数据类的应用。然后再就是区块链上的一些社交类应用，像Twitch，像 Weblog 等等的区块链应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应用也在区块链上蓬勃的发展。再就是供应链金融相关的一些应用，这种应用呢，在传统的联盟链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成功的一些经验。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区块链的一些应用呢，正在蓬勃的发展。那现有的联盟链的应用呢，也在蓬勃的发展。区块链呢，并不仅仅是比特币上的区块链很多的联盟链也在做。就据我所知，自从习总书记讲话之后，很多的区块链应用都在如火如荼的推进，有很多大型国企正在做区块链方面的改造。我有幸去一家大型国企的区块链公司去做交流。那他们是如何去做的呢？他们有多条内部的联盟链，也有和其他的角色共同构建的联盟链。然后这些联盟链呢，共同的组成了一个区块链平台。然后这个区块链平台为这个大型国企的其他的 IT 方面的应用提供区块链的服务。在交流的过程中呢，我跟他聊到了区块链性能的相关的事情。他有一个数据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他的当时的区块链平台已经上线了大概2-3个月。他说我们目前的数据量还是比较大的，这种数据量能达到了300-400万条记录，目前已经积累了。这种数据量比较大的情况，导致了他业务上链受到了阻碍，因为他的区块链平台没有办法承载那么大的业务量。但是我想300-400万条的数据量，那对于我们的比特币来说，好像
也就是几个区块的事儿。我们的一次压测就能打出100万级别的交易数量。所以可能某种角度上来讲，一种大容量的公链正是目前的区块链应用开发所需要的。所以呢，我们说无论是目前的比特币应用还是各种联盟链应用，他们都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区块链应用的发展已经开始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安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在于现有的安全方案往往不是针对区块链应用的安全方案，而是针对什么呢？而是针对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或者区块链本身的安全方案。比如说安全方面有一个开源的一个项目叫 OWASP。那 OWASP 区块链安全的 Top 10这个方案里呢，它的方案侧重点就是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的安全，外加一些交易所的一些安全。那这种区块链的方案呢，很明显不是很适用于我们目前的区块链应用发展的新的方向。那么目前呢，很多安全厂商确实也提供了区块链应用安全的一些安全方案，但是呢，这些安全方案呢也是局限在智能合约上。那就像刚才我说的区块链游戏、区块链数据存储、区块链社交、区块链供应链金融，那这些应用它如何去做安全呢？很多目前的安全方案并没有提及到，并没有覆盖到，所以这是目前区块链应用安全的一个现状，它主要针对的是智能合约。那其实针对应用安全本身的探讨也确实在比较少，它有很多的原因，主要原因是目前区块链应用才刚刚出现这里所说的区块链应用是使用区块链作为其中组件的应用，而不是把应用做成区块链的应用。那使用区块链作为组件的这种应用，它本身正在快速的变化，它本身正在快速的出现，所以对于一个快速变化的应用的结构来讲，去谈论它的安全确实还为时较早。然后再就一个问题呢，就是上面的安全事件呢还比较少。尽管区块链应用安全的探讨是比较少的，应用呢它本身处于早期阶段，安全也处于早期阶段，但是呢，区块链应用安全确实对区块链应用十分重要的。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区块链应用它用了区块链之后，它就安全了吗？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否定的。用了区块链，区块链确实具备一些安全特性，比如说不可篡改性，比如说可审计性，比如说自带的身份认证，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使用了区块链，你的应用就一定自动的具备这些特性。你的应用，如果你的应用出了问题，你用了区块链一样会出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呢，还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当你使用区块链作为应用的组件的时候，你应用的卖点是什么呢？你的卖点必然是区块链的各种安全特性。但是呢，你一旦出了这样的安全问题，那客户对你的应用的信任是不是就要大打折扣了？那么区块链应用安全的事件呢，确确实实的也在发生。就像之前 Vblock 上面有一个国外的一个友好的白帽子给他指出了安全问题，并且告诉了他如何进行修复。但是白帽子会很友好的去帮助他找到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在目前的阶段，对区块链应用进行攻击并没有收益可言，对黑客来讲它是无利可图的。所以呢黑客可以很友好的去帮助你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一旦你的应用上了规模，一旦你的应用涉及到利益，那有了利益之后，威胁自然就来了。那时候我们就不能指望所有的黑客都是一个友好的状态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在早期阶段就做好区块链应用的安全。做区块链应用的安全呢，并不是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的事情。其实在我从业的这些年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会移动安全相关的测试，相关的各种工作，我也会知道相关的如何去防范的一些机制。但是呢，如果给我一个全新的系统，比如说一辆互联网汽车，
或者说一个 IoT 设备，我该如何去开展相应的安全的工作呢？这种思考随着我的工作，我逐渐有了结果。我向大家推荐一种思考方式，叫威胁建模。首先呢，我们要对区块链应用进行一个功能的建模。那么大家可以从 PPT 上看到，区块链应用呢，目前的架构呢，我把它画成了现在的样子。它是有一个节点的，这个节点呢会连接到区块链的节点网络。比如说我们目前比特币的节点会连接到比特币的节点网络，一个节点会和很多的节点进行建立连接。这个节点呢可能是我们下载的来自于官方的节点，也可能是我们根据节点网络的协议我们自行开发的节点。有的时候自行开发节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去解决很多的问题，解决很多性能上的问题。所以这个节点呢是一个区块链应用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个节点除了和节点网络相连之外，它还会通过各种 API 与区块链上的其他的服务进行连接。那这种区块链，那这就是区块链服务。区块链服务呢和非区块链服务共同向 API 网关提供接口，那 API 网关再把这些接口提供给我们的前端，比如说我们的网页、我们的 APP、我们的其他的 API 的使用者。那整个的这个应用呢又构建在一个运行环境上，这个运行环境呢可能是我们的虚拟主机，也可能是我们的物理的一个设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区块链应用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对节点网络的连接，它有通过区块链节点实现区块链服务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所有的这些服务呢都会和节点网络进行交易的交换，或者我们叫 TX 的交换。这是当前的区块链应用的架构。我们聊完了当前的架构，我们得到了刚才的架构的一个维度，我们接下来就要从威胁的角度来讲，去分析威胁的维度了。那这里面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找出应用的攻击面。什么叫攻击面呢？就是攻击者可能会从哪里入手对你的应用进行攻击。大家可以看到 PPT 上，那这个应用它有哪些攻击面呢？我们找攻击面要回答以下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应用有哪些和外部进行的交互，我们的应用呢有哪些不同的安全区域，然后我们的应用呢所以能得到哪些的安全边界。我们来看这个图，首先节点对外的交互是有节点网络的交互的，所以节点和节点网络的交互是区块链应用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外部交互的点。然后节点上的数据其实并不完全是由我们自己进行控制的，很多情况下节点上的数据是来自节点网络的，来自于第三方的数据。所以节点上的数据呢它并不一定很安全节点本身呢也并不一定很安全。所以节点是一个相对于我们自己服务器上的其他的服务更加不安全的一个区域，所以它是一个单独的安全区域。因此呢，节点和区块链服务的其他部分是构成一个攻击面的，所以这是两个新增的攻击面。那对于 API 网关和前端进行的交互呢，这个部分和传统应用的安全是一样的，那我们就对此呢无需多言。那我们这么枚举了攻击面之后呢，可能会发生哪些攻击呢？我提出一些问题，大家进行一些思考。如果说我们用区块链应用做了一个供应链应用，有一个客户给你反馈，我的买了一个东西，他发货了，我就查看了一下这个发货的这个物流服务，怎么它就自动收货了？我并没有点击任何的收货的按钮，我并没有进行这个操作，但是这个商品就收货了，这个资金就付给了发货的商家，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物流记录通过区块链进行的记录，它包含了跨站脚本，那用户在显示这个记录的时候，它是不是可以因为跨站脚本的存在而自动去进行那些收货的一些动作，调用它的
收货的这个功能去完成收货呢？这种跨站脚本存在于区块链，它是完全可能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建立了一个区块链应用，然后你上线了没多久，你的主机被人控制了，它可能攻击者用你的主机进行了一些挖矿啊，进行一些其他动作啊，或者你的主机变成了一个肉鸡，或者窃取了你上面的一些用户的数据。为什么你的主机会遭到控制呢？那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你的智能合约的服务被攻击了。你的智能合约的服务如果是2层合约的话，假设你使用的虚拟机是某种虚拟机，就像JavaScript 的虚拟机来执行2层合约的话，那么攻击者呢会不会利用 JavaScript 的虚拟机的漏洞来进行攻击呢？从而控制这个虚拟机本身，然后获得一个执行权限，最终控制你的物理主机呢？这个答案当然也是肯定的，这种攻击是现实存在的。再有一个例子呢，你的应用上线了，然后商业也逐渐的发展了，你也有一些客户，然后你也有了竞争对手，而突然有一天你的应用就无法访问了，你的主机呢就处于一个忙碌的状态，你的应用呢就停止工作了，那你被拒绝服务攻击了。那这个拒绝服务攻击呢，你可能在网络上你也查不到拒绝服务的流量，那如何发生的呢？那还是回到2层的智能合约，如果这个2层的智能合约里面包含了一个死循环，它是不是可能瘫痪掉你的智能合约服务呢？那答案当然也是肯定的。所以呢，区块链应用呢并不意味着你就绝对安全了，用了区块链并不意味着你就绝对安全，你依然需要注意这些攻击的事项。那这些攻击的发生是从哪里发生的呢？并不是来自于传统的前端的用户交互，而是来自于区块链。这种攻击呢，可能就来自于区块链的节点网络。针对应用的某个功能针对它的某种不同的威胁，我们展开头脑风暴。如何展开呢？微软的 Street 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它把威胁分成6个大类。仿冒是指用户身份的各种仿冒，这个身份呢也并不仅仅是用户，它还包含了不同的外部的实体，像不同的主机、不同的节点、不同的参与者、不同的外部的 API 等等的这种身份的仿冒。第二个威胁是篡改类的威胁。篡改类的威胁包括了对数据的各种修改各种恶意的修改，各种插入一些恶意的代码等等的一些部分。那对于区块链应用来说，来自于区块链的一些数据，我们往往认为它是不可篡改的，所以呢，我们容易忽略篡改这方面的威胁。但是区块链数据不可篡改，是否意味着我们应用的数据就绝对的不可篡改呢？这要视情况而讨论。区块链的数据的交易是不可篡改的，这个是没有问题，它一旦打包它就不可篡改，除非有重组或者其他的方式但是呢，这个交易一定会被打包吗？这个交易它一旦存在，你就一定可以获得吗？这个答案呢并不是100%的。你连接的其他节点是不是可能通过欺骗的方式来隐藏你的某个交易，或者说来不告诉你某个交易？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呢也是可能的。然后第3类威胁是否认类的威胁。否认类的威胁就是用户做了某件事情，但是他说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刚才说的用户是否进行了收货这个动作，他是否可以进行否认？或者说对于银行类的应用来讲，他将钱转给了某一个人，但是呢这个用户否认自己进行过这个操作，他说他自己没有转钱给另一个人。那么此时你如何证明他确实做了这个动作呢？那对于银行来说，可能你要证明的是你在某一个时刻用了某一台设备，这个设备就是你的常用设备，并且你输入了你自己的用户的一些认证因子，比如说你的交易密码等等的方式，然后你就操作进行了转账。
这个记录整个的证据链是完整的，日志是完整的，所以这个用户确实就是这个用户进行的转证操作。那对于区块链应用来说，我们天生呢就具备着签名这种不可否认的特点的。但是呢不可否认是否意味着我们所有信息都可以得到审计呢？那也不见得。就比如说我们交易通道内部的数据，如果你不对交易通道内部的数据进行保存和记录的话，那么随着交易通道的关闭或者交易通道的更新，那这些数据呢，你是否可以得到呢？在未来的时候，你是否可以去验证它呢？那是未必的，因为交易通道内部的数据是不被区块链所记录的，除非你把它发到区块链上。所以我们依然需要注意不可否认性这个特点，我们依然需要防止否认之类的威胁的出现。然后就是信息泄露类的威胁，就比如说我们的应用在设计的时候是否有足够强的加密机制来保证我们的用户的隐私数据不被泄露出去。再就是拒绝服务类的威胁，我们的应用是否可能被别人攻击。这种攻击呢，并不一定是来自于网络流量上的攻击，可能来自于业务逻辑的缺陷。那我们的应用是否可能会因为业务逻辑的缺陷而被人进行拒绝服务的攻击呢？再就是权限提升类的威胁，那这类威胁呢，可能包含了对我们的服务的节点进行控制，或者说包含了非管理员的用户进行了管理员操作。那这种情况呢，是不是可能发生呢？当然也是可能发生的。所以这6大类威胁，我们针对这6大类威胁呢，我们结合我们的应用的功能的维度进行思考，我们会发现能得到不少的头脑风暴的点。首先呢，我们看节点和节点网络之间的交互，它可能会出现如何的仿冒呢？如果我们连接的节点是完全匿名的而没有身份验证的话，我们所连接的节点是否可能会仿冒身份呢？这件事情呢，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一种攻击叫女巫攻击，女巫攻击呢是如何进行的呢？它是恶意的节点呢，通过阻断你和正常节点之间的连接，而使你连接到恶意的节点上。恶意的节点会准备很多的节点，它和你建立了很多的连接，然后再想办法中断你和正常节点的连接。一旦呢你的所有连接都是和恶意节点的连接之后呢，那恶意节点的连接其实就控制了你和其他节点的通讯，它可以去扣押你发出的交易，它可以拒绝将某些交易提供给你，而此时呢，你的应用就会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所以呢，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节点是否连接到了可信的节点上。比如说，我们的节点是否连接到我们预先准备的可信任的节点的清单上，连接到了矿工的节点，而不是连接到恶意的节点上。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信任节点网络的自动的连接，因为节点有一个功能，就是它会告诉其他的节点，我当前连接到哪些节点，或者说当前有哪些可用的连接的节点。那一个恶意的攻击者，他可能准备了很多连接性很好的节点和你进行连接，然后你的节点正常的状态下当然会选择和那些连接性很好的节点进行连接，同时这些恶意的节点会询问你当前和哪些节点进行连接，会得到你会向你，他们会问你当前有哪些节点的连接，你知道哪些节点，然后呢他们想办法再攻击那些节点，使得那些节点的连接性呢变差。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和节点网络之间的连接呢就会逐渐切换到恶意的节点的连接上。那此时女巫攻击就完成了，你的节点就连接到了恶意的节点上，那这些恶意节点上就可以操控你和对外的就可以操控你的节点和其他节点的对外通信。然后我们再来谈篡改。虽然说区块链的交易一旦上链之后就很难进行篡改了，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不可篡改的。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发出的交易就一定能够上链。如果我们的应用被女巫攻击了，那么一个恶意的节点可以和你进行正常的通讯，
但是呢，它可以选择性的扣押特定的交易。这里注意是特定的交易，它并不违背正常的节点网络的工作的模式，但是它会扣押特定的交易。举一个例子，OnWriter 写了一个应用，区块链上的 Instagram， 就叫 Bitstagram。这个应用呢出现过一个问题，就在于有一张图片，我们认为这个图片可能会对 BSV 稍稍的有一点恶意哈。这个图片长期置顶在 Bitstagram 的首页上，而直到1天之后，它这个首页上的这个图片问题，经过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报告给 OnWriter， 这个问题呢才逐渐的解决掉，才从这个首页置顶中消失。但是呢 Bitstagram 并没有置顶的功能，这个图片是如何实现的长期置顶？大家可以猜想一下如何实现的。是因为 Planary 它会提供未确认的交易的列表，那么 Bitstagram 把未确认的图片放在了前面，因为他认为未确认的图片是较新的图片，所以它会放在靠前的位置上。那一个置顶的图片就是一个长期的未确认交易，这种长期的未确认使它一直霸占Bitstagram 的第一个图片位置上。那这是不是一种攻击呢？如果一个恶意的节点扣押了某一个交易，那这种扣押交易的行为会导致你的业务逻辑发生一些不可预料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交易的未确认这种状态。在做区块链应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交易的确认，我们一定要确认一个交易的确认。然后我们再说否认。那节点和节点网络之间的通讯呢，一般而言是很难进行否认的。但是呢，如果你进行了一些交易通道的一些行为，那交易通道内部的最终版本之前提交给区块链的最终版本之前的这些交易上的数据并不会被记录到区块链上。那么这个过程中，你如果没有完善的记录，你没有把中间版本的这些交易通道的交易进行保存，或者说你没有对其过程进行日志的话，那么这些信息呢可能就会永久的消失了，至少对于你而言是永久的消失了。那么此时呢，你的对手或者说此时呢你的对方就可以否认交易通道中间的这种版本。那这个时候你要拿不到证据的话，对方可能就会成功否认了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然后我们要考虑信息泄露，我们发到区块链上的各种信息是不是经过了足够的加密，这种加密手段是否是足够的强，能够满足我们的保密的要求。如果它不足够强，那么这个链上的信息可能就会被人破解。实际上呢，加密呢也并不是说永久就让人无法破解的。加密呢提供了一些保护，使得我们的数据呢在多长的时间内无法被破解，这个就是我们的加密的一个状态了。当然这种多长时间有可能是几万年的时间，它对于我们来说是足够了的。但是如果你的加密的方法不正确的话，它有可能会使你的加密安全性不足。然后再就是拒绝服务，那我们的节点呢是否可能会被拒绝服务呢？这种事情在 BCH 的升级中发生过。这个升级中有一个微弱的共识的差异，这个共识的差异呢体现在挖矿的组块的共识和节点验证区块的这个共识之间的差异。那利用这个差异呢，当时 BCH 在升级的时候，有一个攻击者就制造了特殊的交易，这个交易呢符合组块时候的共识，使得这个区块这个交易被组进这个区块。但是呢，这个交易呢又不符合节点之间传播的共识，使得这个区块被挖出来了，但是会被节点拒绝掉。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实现了节
节点的一个拒绝服务的一个动作了。那如果说我们的节点的共识，尤其是我们实现的自定义的节点的共识和整个区块链的共识有微弱的差异，那么攻击者呢是可以利用这种微小的差异，使得我们的节点离开区块链当时的共识的。那这个地方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那我们的节点可以用更宽泛的共识，但是呢，我们的节点最好和当前的节点网络的共识是保持一致。那 BSV 这一点会比较好BSV 这一点的话，节点网络的共识就不会再发生变化了，所以你的节点的共识就可以，所以你的自定义的节点的共识就可以一次开发而一致使用了。但是你的区块链应用如果部署在一个共识可能会发生改变的链上，那么每一次区块链共识的改变，你的节点的共识一定要记得及时更新，保持和当前区块链共识的一致，以便保证你不被拒绝服务攻击。然后再就是权限提升的问题。那么就像 EOS 的节点它被爆出的漏洞那样曾经被爆出的漏洞现在已经修复了。节点它使用的虚拟机，它去执行脚本的虚拟机是否存在安全问题，使得这个节点被远程代码执行，被攻击者控制，这也是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一般而言，你用公开的节点的方案，用官方的节点方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做自定义的节点，我们会定制自己的节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我们所使用的虚拟机是否存在代码执行的问题，是否存在攻击者被控制这个虚拟机的可能性。这是节点和节点网络之间的安全风险。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节点和区块链服务中的其他组件的安全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仿冒的这种情况。那用户身份的标识是否可以仿冒呢？如果说我们的数据格式使用了MetaNet 的数据格式的话，那这种仿冒就比较难以发生，因为这时候用户的身份自带了来自于非对称加密的签名，那这时候是很难仿冒用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的数据格式里面用户的标识仅仅是一串 ID 的话，而不是来自于私钥的签名，那这个时候攻击者就可以构造一个特定的交易来伪造这段用户的 ID， 从而实现用户身份的仿冒。这是我们在应用设计时需要注意的。我们一定要验证用户的身份，这种身份最好是一种签名。如果我们不使用签名的话，我们也不要用特定的字符串，而要用其他的验证方式来保证这段数据就是某个特定用户发出的。那我们的区块链服务一般使用来自于交易上的，那我们的区块链服务一般使用区块链交易作为我们的数据的输入。区块链的交易呢我们认为呢它是不能够重放的，但是这个不能够重放呢实际上是交易本身，而不是交易上的脚本，而也不是交易上的数据。那对于交易的输出，它是可以进行重放的。一个攻击者可以拿到一个交易的特定的输出，然后自己构造特定的同样的输出的交易，来实现一些动作。所以如果我们的应用仅检查了交易的输出，而没有检查这个交易的输入是由谁进行签名的是由谁进行发出的，那么这个输出动作呢就有可能被重放当然如果你使用 MetaNet 的数据结构的话，那这个问题也是不存在的。但是你如果使用自定义的一些数据结构的时候，你一定要警惕输出内容的重放这个问题这是一种篡改数据的方式。然后再就是如果一个交易长期不确认，我们该怎么办长期不确认的我们是否要进行一定的处理，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在应用逻辑中进行处理的。如果我们不处理，可能就会出现 Bitsdiagram 的那样的非预期的一些情况的出现。所以呢，一个区块链应用开发的时候，我们接收到的交易，我们发出的交易，我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一定要去确认它是否已经在区块链上进行确认了这是关于篡改方面的一些威胁。然后关于否认方面的威胁这个地方呢还是主要是交易通道的一些事情再就是说我们执行的一些
区块链上的一些二层的一些动作等等的，我们要留好日志，然后我们来进行一定的审计。然后上面的信息泄露呢，也是加密的一些内容的一些安全一些风险。然后再就是我们的区块链应用做应用的时候，是否符合当地的用户的隐私数据的一些监管的规定啊，这些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然后再就是拒绝服务类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应用它的逻辑中是否存在拒绝服务类的攻击。这种攻击呢，它不一定来自于海量的交易，因为在区块链上发动海量的数据来进行拒绝服务攻击呢，是一件成本非常高的事情。但是呢，它可以针对你的业务逻辑进行拒绝服务攻击。就比如说，如果你使用了 JavaScript 或者其他的高级语言的虚拟机来进行二层的智能合约的处理的时候，那你是否注意了超时的情况？你是否注意了死循环的情况？如果你没有注意，那么攻击者呢可以用一段死循环的二层智能合约脚本瘫痪你的二层智能合约服务。所以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拒绝服务攻击。那常见的拒绝服务攻击呢，还包括一些资源消耗型的拒绝服务攻击，比如说我们现实中的很多应用具备人脸识别的功能那这种功能呢它会调用后台的一些人脸识别的一些服务。如果说一个攻击者反复的去发送这些人脸识别的一些请求，那后台这些服务呢进行人脸识别所占用的资源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那反复的高频的人脸识别请求就有可能瘫痪应用的正常业务，使得应用的后台呢忙于处理这些资源消耗较多的服务，从而降低你的应用的服务质量。所以呢，我们在应用的设计的时候也要警惕来自于区块链的拒绝服务类的攻击。我们要对各种操作设定一个时限，设定一个资源消耗的上限，来防止这种拒绝服务攻击。然后再就是权限提升针对应用层的很多的一些提升，比如说用户仿冒管理员的操作来进行一些特殊的动作，使得我们的应用出现一些非预期的一些操作，比如说用户模仿管理员进行了一些设置。如果我们的区块链应用呢，在接收来自于区块链交易的数据的时候，没有检查当前用户是否有权限执行特定的动作，那么我们的应用呢就可能会出现非预期的一些越权操作，普通用户仿冒管理员身份进行各种操作。那这种事情呢，可能是来自于区块链的交易的。区块链的交易的不可篡改性，并不意味着上面的数据一定是正确的，上面的数据完全可能是恶意的数据。那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对刚才的头脑风暴的结果呢进行一定的整理和总结。实际上正规的过程中包含了对风险的评价对风险的后果的评价，对这种攻击发生的可能性的评价，对这种攻击的难度的评价，综合各种评价得出一个分值，然后得出一个列表。我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刚才头脑风暴的结果。那我认为呢几个现在就需要注意的事项我列在 PPT 里首先是我们要防止对方的节点恶意扣押我们的 TX 或者说重放特定的输出。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确定我们连到了我们可信的节点，我们一定要准备一个可信节点的清单，确保我们时刻和特定的节点保持连接，以防我们被女巫攻击。然后我们还要检查特定的输入是否是被重放的。那如果你使用 MetaNet 数据结构，那自然你可以暂时的忽略这个问题。如果你使用了自己的数据结构，那你要检查输入被重放的情况。那么我们经过刚才的头脑风暴之后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清单。这个清单呢就包含重点的风险、重点的威胁。那在正规的过程中呢，这个清单呢是通过一系列的评价得到的，比如说评价这种攻击发生的可能性是高还是低，那这种攻击是否能给攻击者带来足够的动力去进行攻击，那么进行这种攻击所需要的技术难度如何，这种攻击造成的后果如何，
等等的多种因素进行综合的评价，得到了一个排序。那对排序中的靠前的这些威胁呢，我们就把它作为重点的威胁。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快速的总结，得到了我认为的大家现在就应该注意防范的重点威胁。大家可以看 PPT，第一项呢是对方节点恶意扣押特定的交易，或者是重放特定的输出。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我们连接的节点一定是可信的节点，我们要准备一个节点的白名单，确保我们时刻和可信的节点至少一个保持连接，以防止我们被恶意节点围绕，以防止我们被女巫攻击。然后再就是我们要设计数据结构的时候，我们要防止输出被重放。那如果你使用 MetaNet 数据结构这个结构里面自然包含着防重放的功能，但如果你使用了自己的数据结构，你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大的威胁就是用户否认交易通道中的特定的历史记录。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使用了很多不在区块链上记录的数据，比如说交易通道，我们在交易通道中的历史的数据版本，我们一定要留存或者保留相关的日志，这样以防止用户否认进行过某些动作。第三点就是我们应用中使用的敏感信息一定要经过足够强度的加密，以防止这些信息被泄露。第四点就是来自于交易的数据，我们要进行足够的检查，以防止来自于交易的数据出现一些攻击。比如说，我们要防范交易来源的跨站脚本。如果你做的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这方面的应用没有做这方面的防护的话，那你的用户就可能因为一个跨站脚本进行了一些跨站请求伪造，他只是因为查看了一下物流信息，他就确定了收货。那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应用就被恶意的攻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检查来自于交易的恶意的数据。二层智能合约的死循环拒绝服务，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那我们使用一层的合约的时候，比特币的脚本是没有死循环的，它是没有无限循环的这种机制的，所以呢，比特币的脚本不会被这样拒绝服务的。但是呢，当你使用二层智能合约的时候，你的二层智能合约的讯息如果支持这种无限循环的功能的话，你一定要注意检查，防止你的智能合约服务被拒绝服务。然后下一项就是你的数据库要防范注入攻击，你的各种组件也要防范组件漏洞被攻击。比如说一些反序列化的一些攻击，或者说组件的一些其他漏洞。那这种漏洞呢，它不是来自于区块链，不是来自于你的节点，而是来自于你围绕着节点提供区块链服务时的其他组件。比如说，如果你使用关系型数据库，比如说一些 Circle 的数据库的话，那你在往数据库中进行操作的时候，是否要注意数据库的注入呢？那当然，结果是确定的。那即便是非关系型的数据库，你同样也要小心来自于区块链数据，对你的数据库进行更新的时候，它潜在的注入攻击。然后你的应用的各种组件一定要保持最新的状态，这种最新的状态能够防止组件的漏洞被利用，因为攻击者是有可能从节点这个攻击面出发，对你的应用内的组件进行攻击的，从而控制你的主机。这种漏洞大家要注意防范。然后再有一个比较大的威胁是，攻击者呢通过伪造交易来仿冒管理员或者仿冒其他用户来进行操作。那你的数据结构里一定要注意验证用户的身份。OK， 那这是我认为的区块链应用安全中比较大的安全风险。大家呢在开发应用的时候可以做这样的检查，可以做这样的思考。所以给出一些安全建议。在节点交互安全方面，我们首先要确保节点可信，要连接到那些
我们认为可信的节点上，防止自己被女巫攻击。第二，我们要检查交易的确认情况。第三，我们要保留那些可能遗失的内容，就是那些不在区块链上的内容。第四，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加密是安全的。第五，我们的节点，我们的区块链服务的各项组件最好是在最低权限的状态下运行的，最好是在一个容器内运行的。这样，这些组件一旦被利用，一旦被攻击者控制，它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风险。然后，节点端的安全，我们首先要检查来自于区块链的交易的输入，然后也要检查我们向区块链的输出。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输入是否符合我们的安全的格式规范，是否符合特定的格式，是否是恶意的数据。然后我们要检查我们的输出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加密，是否会泄露一些敏感的一些数据。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些身份认证，我们的数据结构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有身份认证的功能。好，第三，我们要对用户的权限进行健全，我们要对用户的操作进行访问控制。第四，我们要对我们应用内的各种操作做好日志的记录。第五，我们要注意我们来自于区块链的服务的资源消耗情况，我们要注意设置超时的时间，我们要注意防止那些敏感的耗时较长的一些操作被攻击者重复的去调用。下一条，我们要注意保护我们的隐私数据，要符合当地隐私数据的要求。然后最后一项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组件的配置的正确性，比如说某些组件我们要对内开放而不要对外暴露，然后我们还要注意这些组件的安全更新。好，那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谢谢大家。如果大家对区块链应用安全感兴趣，欢迎联系 BA，也欢迎推荐本次的内容给其他感兴趣的小伙伴们。感谢大家的参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一位演讲者的内容。谢谢大家。